为什么大部分国家要建立网络部队呢？北约建立网络部队的目的是维护乌克兰的网络安全，还是借机攻击俄罗斯？近日，北约宣称要成立一批网络部队，为了应对数字领域的网络攻击和其他的恶意活动，加强乌克兰的安全网络。大家都知道，今年最热的事件无非就是俄乌冲突了。乌克兰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支持，而且基本上就是北约乌克兰无非是想拿着一张进入北约的门票。俄罗斯当然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和现状的。乌克兰这样做只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防威胁。北约为什么要建立网络作战部队呢？黑客最常使用的攻击手段就是计算机病毒，网络成为了新的作战形式。按照目前的设想，该网络安全部队将由各国派遣的可以相互信任的网络安全专家组成，部署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其日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北约网络防御的指导。北约设想，未来当一个北约成员国的通讯和信息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遭遇网络攻击而需要帮助时，该部队将迅速向其派遣网络专家，协助该国相关部队进行网络防御。实际上，早在2002年北约布拉格峰会上，北约国家首脑就已经开始重视网络安全问题。那次峰会之后，北约成立了北约计算机反应能力协调中心，对该组织所使用的系统遭遇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应对。而此次布加勒斯特峰会将成立的网络快速反应部队，把网络安全维护的范围大大扩大，不仅针对北约组织自有网络的安全防护，还包含了其各个成员国国内的重要基础设施网络。北约发言人詹姆斯·阿帕苏莱伊就组建网络快反部队指出，各国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爱沙尼亚的遭遇表明，持续的指向明确的网络攻击将对成员国的正常运转产生破坏作用。他还表示，数个北约国家已经表达了为网络快反部队提供专家和资金的意向。据悉，北约网络快反部队可能将依据美军的网络战部队进行建设。去年7月，美国防部长盖茨就向北约建议进行网络安全合作。美国防部还与北约就此签署了合作协议。预计隶属于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战联合职能司令部将成为北约网络快反部队组建的模板。该司令部由世界顶级的电脑专家和黑客组成。该司令部的成员除来自美国军方外，还包括来自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数个国家安全机构的代表。这种组成模式非常符合北约的构成特点。英国网络安全专家彼得·萨默说，网络袭击的一个特点是入侵隐秘性网络的加密性和匿名性，使入侵者难以被察觉。对信息和信息系统资源的攻击，既可能来自个人或一些黑客的挑衅性行为，也可能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而实施的有目的的间谍行为，还有可能是直接以政治目的为动力的行为。这使得区分敌国和盟国变得难以操作，因此也就对北约的网络防护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些媒体分析，尽管北约在建立网络快反部队上一再强调其防御功能，但实际上进攻和防御是一体的，只有清楚进攻才能有效防御。因此，这支部队具有开展网络攻击的强大潜力。实际上，目前在北约内部，有关网络攻防的讨论已经上升到集体防御的战略高度。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一旦某个成员国遭到外部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整个同盟的攻击。北约全体成员国将发起反击进行报复。北约一些主张将网络安全适用于第5条的人士认为，应当大力发展网络攻击能力，以便在必要时刻展开网络反击。在信息时代，整顿互联网秩序绝不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互联网是深入到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组织、政治集团、企业、交通、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一切领域，包括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信息安全涉及全人类的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核武器等一切大规模杀伤武器可能带来的威胁。
我们平时在网络世界享受着网络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秘密和命运同时交给了掌握互联网核心控制权跟服务器的掌门人。面对这种情况，各国应当大力发展网络核心技术，同时借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衡美国。虽然美国目前占领了技术制高点，但其他国家也在加快步伐。只有各个国家都能提高自己的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才能加强对外来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使国际网络处于正常健康发展的态势。现在的网络安全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的服务器都在美国，一些核心的技术也在美国，这是世界各国维护网络安全很难突破的核心要点和不平衡的状态。据国内专业分析人士，中国是最大的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而且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网络攻击，是世界上深受网络黑客攻击受害者。而且大部分的网络攻击者来自美国，美国是非常的可恨，其背后的目的可想而知。所以中国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络地位，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外来的攻击。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国防部开始在我国的广州军区建立网络蓝军。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应付信息作战需要的假想敌，用于模拟蓝军的信息化攻击。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网络作战部队。北约将网络安全纳入未来10几年的任务清单。英国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了网络作战指挥中心。法国、澳大利亚也开始加强网络防御建设。以色列建立了网络部队，日本建立了网络空间防卫队，韩国建立了网络战略司令部。印度招募黑客组建网络作战部队，提高网络防护能力，把中国人的命运从自己的手中给夺回来。